毕竟现在在全球很多地球上的角落是不平静的。带你来看到是在加沙走廊这边。好，现在呢，这个以色列这边呢已经开始初步的地面上面的攻击。可是网络上面有这样一个讨论，也就是以色列目前的总理纳塔林亚胡他的大儿子怎么人还在美国迈阿密？网络上直接讲的直白说他在迈阿密开心，我在前线。说呢，虽然他有去帮以色列来募款，但是问题是，他也是一个后备军人他为什么不需要回到国家来帮忙捍卫家园？以色列现在是已经正式的往前进了，他们呢进到了加萨夜袭哈马斯，那等于是开战以来第一次的正面交锋。而且美国这边呢，他们还派出了说精通城市巷战的一名陆战队的中将，过往曾经在伊拉克战争这一边，主导了最血腥的城镇战，在那个时候发挥关键作用。你会问，美国这时候派人来干嘛？他们说目标是减少平民伤亡，因为城镇战、巷战他有经验，所以他希望能够进来帮忙减少平民的伤亡。但是，目前为止，这个战争势在必行，因为看起来以色列呢，不但是进到加萨，甚至往北这一边，他们也轰炸了真主党的20个据点，让伊朗，也就是跟真主党这边长期友好的国家，直接讲中东的火药库即将会被引爆。好，其实呢，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中东火药库会引爆，原因是因为现在也发现了，伊朗呢说升起了黑色的战旗，宣战了吗？好，打一个问号。原因是因为他们说看到了，在伊朗的圣城，也就是他们的第2大城清真寺上面有升起了一面黑色的国旗，然后呢，这个黑旗一升起来之后，在中东，包括了他们的伊拉克、叙利亚这边美军基地说就遇到了袭击，所以大家开始在问这面黑旗代表着什么？对于阿拉伯世界这边，他们说其实呢，这个是伊斯兰什叶派哀悼的象征，不是什么圣战的意义。好，但是呢，确实最近美军呢说频频的在中东这边遇袭，他们认为伊朗脱不了关系，有没有可能美伊之间真的会发生短兵相接的状况？因为拜登已经指示国防部必须要适切的回应了。伊朗国军现役军人有61万人，其实他们的军力呢是有的，实力是有的，而且他们是目前全世界当中，可能是现在剩唯一拥有 F-14的国家。好。当年他们的这个王朝巴列维王朝跟美方友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用这个 F-14还熊猫战机去打了伊拉克2伊战争那个时候的主力。好，但是呢，现在已经双方关系不一样了，不是同日的关系。目前呢，曾经发生过什么？是从近年来2019，然后到2021年，都曾经发生了核设施、电网被炸啦，或者是等等的爆炸事件，通通。伊朗都认为就是以色列方面干的，而且呢还说他们有特工会前进来破坏，也因此双方一直以来关系都不好。美国更不用说了。好，过往呢在2020年那个时候，美国呢他们就直接去炸了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海外一个非常精锐的将领。那个时候呢还让伊朗很生气，说他们扬言一定要报复。但美方也不是没吃过亏，因为呢当年在2016年，美国的水兵就曾经被伊朗给扣押，甚至这张照片你看看，美国大兵被伊朗压在枪底下，那个时候也是让美方非常生气。美伊双方确实过往有过一些纠葛，以及有过一些过节，但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真的变成一个美伊之间的正式冲突战争？好，现在看起来双方都很克制，双方好像也都不希望因为这个以哈而造成美伊开战的风险。只是大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请教一方委员，你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譬如啦，像纳塔尼亚胡现在一直叫大家要捍卫自己的国家，但他的儿子却被诟病说你人呢还在美国迈阿密。这次这个战争是救了纳塔尼亚胡，因为纳塔尼亚胡落选过一次，其实他这次回来以后呢，你看大规模的示威行动，包括很多的那个这个军人他们就是认为纳塔亚胡为了要保护自己，对，这个叫政治干预这个法律对他有很多批评，但这个大概救了他了
我要讲一件事，就是说，看起来以色列军队为什么没有立刻进入加沙？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地下很多的地道嘛，大概长达500公里。他为什么要去炸？炸这个东西其实触目惊心，一栋楼高的可能10几层，低的可能6、7层，一个炸弹下去，整个楼崩掉，里面有的大概就有人在里头，没有撤干净，尤其前一阵子，这死人会很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要逐步的在消耗哈马斯的这些战士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能力啊，包括武器啊，然后最好能够杀死他们啊，的确也杀了他们几个指挥官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军人。那他大概到了一个阶段，他还是打算要进去，所以他们现在在加强训练，那调集一些女兵，女兵身材比较苗条啊，骨头比较柔软，所以他们要钻到地道里面去。所以看起来他想一次的把它解决掉，但在这个过程中就杀死了很多人，大概光是死亡的人数应该是很迫近5000人的啦。哦，儿童的死亡就将近2000人。不是1000人，我们原来以为1000，我刚刚再看了一下，是将近2000人了，这是非常残忍的。我觉得犹太人一方面因为台湾觉得环境跟以色列差不多了，早年，所以对以色列有很多的尊敬我们有一些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人的好朋友，他们都很聪明了但是呢，最近他们这样的做法其实已经引起很多反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昨天 CNN 有个很大的一个报道，那个有2个在美国的最大的犹太人的团体起来发动示威，这个示威的人数是几千人的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位这个女士，其实她是犹太的一个祭司，叫做 Alisa Wise，这个人 Wise 是聪明的意思了这个人就带着几百个人进到美国这个国会这个里面，然后在里面示威。建筑物里面在那边示威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得出，连以色列人看不下去。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这个时候再卖武器给以色列因为他用来是屠杀加沙走廊人民，而他认为应该给巴勒斯坦的一个公平、一个正义，就是给他们一个公道这样大家才能够长期的相处，然后和平这样子。所以犹太人，我们都不要以为说犹太人是全力的去支持这个以色列去屠杀这些人民。他们在这个呼喊的口号里面有一样是，犹太人跟以色列不是相等的，也就是说，你以色列里面其实有很多并不是犹太人，而我犹太人也不是无条件的支持你以色列，我们海外犹太人。我觉得这一个其实很重要的，就犹太人要自我反省。英文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 "Live and let live"，我要活，我要让别人活。我真的希望这样，我也希望台湾的政治人物，尤其是民进党的人，要有所觉悟。你要活，你也要让别人活，这个社会才会稳定，才能够和平的发展。是好，但是赖老师，因为现在看起来呢，他们是部队进去了。那美国说派了一个中将来，他的目标很会打巷战，但目标是要减少平民伤亡。现在国际间的呼吁包括联合国，也包括欧盟的外交专员，因为他们已经有800多位欧盟的公务员官员直接写信抗议冯德莱恩说硬挺这个以色列，那他们是主张要停火，要坐下来用政治谈判来解决。所以不管是穆斯林世界，或者是我们看到在欧美的这一些反对继续战争的这一些主要的这些人，他们都主张要停火，但是美国的政府不敢要求以色列停火。所以你也看到了，科比被问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不能停火。然后当拜登被问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也谈到了就是不能停火，但是他们知道应该要停火，可是他们不敢跟以色列说你要停火。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因为一旦地面部队一旦进去以后，那如果是无差别的开枪，这个伤亡就会更大。那全世界反对以色列的也就是说全世界对以色列过去还保有一点同情心的这一些都消失了。那这样子的话，美国就跟美国的政府就跟以色列绑在一起了，会被国际社会谴责。
那怎么办呢？昨天晚上是这样子啊，昨天晚上的时候，以色列有一股部队就要去夜袭这个加沙地区的哈马斯，那结果呢就被赶走了就是以色列死了一个人，死了一个军人，3个人受伤，然后2辆的推土机的车就抛弃了，因为被摧毁了，1辆坦克被摧毁了，他们就撤走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就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以色列经过这2个多礼拜的空袭，并没有把这个哈马斯的主力整个消灭掉。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哈马斯相当有可能把他的战力保存在地底下，躲过了以色列这一连番的这种空袭。所以空袭造成伤亡的更多的应该是平民百姓，而不是哈马斯的精锐的部队。因为以色列它是研究这个突袭点这也就是说应该是最脆弱的，然后想从这个地方打一个缺口去试看看，结果遭到了强烈的反击。这代表什么？代表哈马斯的军力的部署不是以色列完全能掌握，也代表他的反击的行动也是很强大。那这样的话，当然就会迟滞以色列的动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国防部长说我们马上要打进去了，参谋总长在上个礼拜说我们马上就要进来了，可是一直到现在已经礼拜2了，以色列小股部队打进去以后就退回来。那现在的情况是怕以色列扩大杀伤，扩大无差别的伤害。那派了一个中将过去的话，其实是有点牵制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也就是说，他去的一个角色，虽然他可以提供给以色列很多打巷战的经验跟指导，但他同时也会牵制以色列的参谋长、指挥层，他们在于巷战的过程中要怎么样减少对于平民百姓的伤亡。我觉得这个是有2重性的，是我应该用比较辩证的方法来看待这个目前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关系，想劝停火，但是不敢劝停火。是，其实美国它是已经说要开2艘航母来这边，因为要什么？要守住这个区域啊。伊朗是已经呛下，中东火药库将引爆，美伊之间大家也很担心，真的会不会有那个万一？来请教老师。不会，因为伊朗挂起所谓的黑色战旗，可是他的外交部长又出来说，他们挂这个战旗的意思不是要挑战谁，而是要向加沙平民的一个伤亡表达哀悼。他说这个是什叶派的一个习惯因为伊朗现在最怕跟美国开战，美国也是一直找茬想跟伊朗开战，所以对于伊朗来讲，他这一局几乎没有办法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伊朗如此，那埃及就更不用提，他只能开一个和平峰会，就对大家安抚一下，交代了事。这场战争虽然有再多的国际舆论，有再多的这些呼吁示威游行和抗议，它都不可能改变这个战争的走的方向，因为G7 里面扣掉日本6个国家都力挺以色列要进攻这个哈马斯那这里面唯一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俄乌战争，我们看到在双方面在马里乌波尔进行城巷战之前还有很多国际组织可以派出很多游览车去把老人、小孩、妇女接走，但是以色列跟哈马斯却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联合国也没有力量，美国也没有施压，所以让这样的场景在加沙走廊没有办法重现，是很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那对于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的较劲哈马斯是没有赢的机会，我凭良心讲，因为它补给有限，你地道里面藏再多东西也经不起时日。这位美国的陆战队的中将要去指导美国巷战，他参加的是2004年11月7号，总共打了10天的法鲁克，是一个伊拉克的城镇的一个很典型的城镇作战。当然那一次是美军胜利啦，不过美军胜利也是死伤的成绩是达到什么状况？是1比8，也就是美军死1个，对方死8个，这也是蛮惨重的一个记录所以以色列想要这个进军这个哈马斯，他自己不可能没伤亡。那这夜间的所谓突袭，就是一贯以来的火力侦察的一部分。他未来可能还会持续庞大的轰炸，就像在法鲁加美军战争的时候，
美军是持续不断的轰炸，即使轰炸到最后地步打城镇作战，美军呢虽然占了赢面，但是也不敢保证美军没有伤亡，所以以色列应该也会心里有数。何况美军陆战队是已经在伊拉克这个实际上打过好几场战争才进去的，现在以色列很多的新兵是40年没打过仗啊，是，哈马斯是整天在作战啊，所以这两个以色列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了哦。所以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轻松的一个义举，其他的周边的对什么真主党啊，那个民兵啊，要对抗正规军啊，这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是，所以只能期待说这场战争赶快结束，其他的各国哈，真的是行动上帮不了什么太大的忙。好，希望大家呢彼此有所克制，希望战争能够赶快结束，回归和平。好，这个国家呢很早就跳出来了，就是中国。来看到的是呢，中方现在说又开始有些改变。来，首先彭博社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是呢，王毅说呢要访美了，时间点是有出来说26号。那在访美之前呢，他们也首度的认可以色列对哈马斯是有所谓的自卫权的。其实先前中国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呢，有所谓的2国方案，也就是你必须要让巴勒斯坦这边它能够建国。但是呢，现在他第一次的强调，其实以色列也是有所谓的自卫权，这是在昨天他们跟以色列的外长通话的时候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这一回呢，他虽然一样是支持2国方案，但是立场是相对的比较中立。这样子的一个谈话，就在他出发前往美国华府，要跟布林肯还有要跟苏利文见面之前，26号要去美方访问。那当然了，大家就会讲11月 APEC 是不是就要为拜习会来做准备？好，目前呢知道具体的时程26、27、28，总共有3天的时间。只是现在这个氛围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谈？好，原因国际上面呢，现在大家就担心了，会不会造成更高的冲突，会不会让整个冲突持续升温？因为目前除了有中东，也就是所谓的以哈之外，还有俄乌冲突。那马斯克的警告是小心第3次的世界大战，因为他特别强调俄中伊朗现在已经结成了一个联盟，有可能会压倒西方，甚至他还说了，现在的西方跟以前的西方不一样啊，现在的西方工业能力，也就是呢，你能够制造多少战车、枪支、无人机的能力，其实已经跟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一句话让很多人开始有不一样的思考，原因是有冲突，其实也在南海这边发生。来看到的是，中方跟菲律宾现在因为补给船的关系，双方互相谴责。好，这个呢是卫报还有路透的报道，说在南海争议地区，2艘船就这样碰在一起了。那当然，中方这边第一时间就已经对菲律宾提出严正交涉。菲律宾这边呢说也传出要传召中国驻菲大使来表达抗议。而另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双方的外交体系通通都在讲，这个是对方的问题，才会造成船只的受损。这一件事情发生，双方指责都是对方责任，美方站在谁那边啊？当然是菲律宾啦。他们强调，1951年的时候，他们有签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会保护你，不要担心，我们跟你站在一起。那当然了，他们也指责中方的船只现在是导致危险操作，导致这一次的船只相撞，还说都是中方在干扰菲律宾的船只自由旅行，说它违反了国际法。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媒体释出了一连串的影片。事情虽然是8月发生的，但是现在影片出来就直接说了，到底是中方的问题，还是美国过于抵近侦查？先来看看画面。US Warship 114, this is Chinese 164. You are crossing my bow formally. This is externally my safety. US Warship 114, this is Chinese 164. You are crossing my bow formally. This is externally my safety.好，一段画面呢，这是发生在8月19号，这是美国的海军神盾驱逐舰。好，那个时候呢说，其实呢就在附近的海域的时候，他指控中方呢是靠近他们而造成的非常危险的拦截。好，但是呢现在中方他们发布了这一些影片，想要讲的是什么？是
是你自己来到我家门口啊，是你才有敌意的危险操作。因为他们说呢，期间美国的军舰他们已经 notice 对方了，但美国的军舰大角度转向，甚至呢直接穿越他们的舰首，所以呢他们认为到底是谁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吗？画面会说话，直接公布，要让大家来公平。只是目前美中双方看起来是一定会谈，这个谈有没有办法好好的谈？有没有办法释出善意？请教赖老师。当然，我觉得中国大陆没有想要搞坏跟美国的关系。那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主要的是美国一直发起了挑战，发起了挑衅啊，不管从贸易战。从科技战，在外交上，甚至在军事方面，其实改变现状的都是美国，发起挑衅的也都是美国，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因为从川普开始就一直到拜登没有停止过，并不是中国大陆一直主动的提出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限制、什么禁止，都不是，而是美国一直不断的来啊。所以发动者是美国，责任当然在美国。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彭博社过度解读了。因为王毅是分别跟这个巴勒斯坦的外交部部长跟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通电话，这2位部长都跟王毅通报了这个目前的以巴的情况或者巴以的情况，也都通报了他们的立场。那王毅谈到了这个各国都有自卫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讲得很明白。可是不要忘了，各国都有自卫权。其实中国大陆是承认而且主张巴勒斯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巴勒斯坦现在也成为联合国的一个观察会员啊，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彭博社是故意解读、过度解读，因为王毅也同时有批评以色列过度的使用自我防卫权利，所以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否认以色列不能够拥有自卫权。而是反对以色列过度的使用自卫权，而且中国大陆主张的就是停火，那当然以色列听不进去嘛，那现在要看的是美国，可是美国不敢叫以色列停火，至少中国大陆敢叫以色列停火，而美国却连叫以色列停火的勇气都没有。最主要是什么？最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些政客，他背后的金主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犹太人嘛。那就是受到以色列影响，所以美国才会有很多人会站出来说，到底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美国人在做外交政策，还是以色列人在做外交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国务院目前来讲有一个兵变，也就是已经很多联合人说联合写信了，表达异议嘛，这个都是讲得很清楚。我觉得在南海这个部分里面，是美国人在玩弄国际法，明明11段线是美国在1945年协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收复了整个南海地区的海域，所以整个南海地区的海域的整个岛礁我们是进行命名的，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我们命名了，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而且是日本在过去占领的时候它是还给我们，所以我们中华民国去接收这块地方每个地方的岛礁命名的时候，它的主权就是属于我们。而今天美国人竟然可以出尔反尔，玩弄国际法。那玩弄国际法，还把这个，因为他吃定了，民进党就是要放弃南海嘛，民进党就是要丢掉我们中国，我们长期以来的这些南海的主权。那他就吃定了，民进党不会讲话。如果今天是马英九在的话，马英九当然会表达对11段线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海域。我们的岛屿这个部分里面，你美国就很难说了嘛。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利用民进党要出卖我们自己的国家主权的时机，他就玩弄这个国际法，说，这个海域是中国大陆的，你菲律宾进来，这个海域是我们中国的，你菲律宾的船只进来，怎么还有自由航行权？当然要把你赶走嘛。美国的船进来一样要把你赶走，这就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嘛。好，其实呢，在南海这边，当然了，这中非目前最新的一个冲突，也让大家很担心，南海这边会不会有其他变数？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讨论。好，
好，我们讲哈，在11月 APEC 之前，大家一直在问什么时候中美会会，现在知道王毅已经确定了26到28即将会到美国，请教玉芳委员。对，其实美国一直希望能够高层能够见个面。你看，美国国务卿啦、财政部长啦、商务部长都到中国大陆访问过了。那美国为什么那么想要跟这个拜登想要跟习近平见面？其实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这是他们一直采行的一种外交的策略，就是说我尽管找了好多朋友结合起来要对付你中国大陆，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恼羞成怒，然后最后我们打架。所以为了避免战争，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说，我一边要跟你斗争，一方面呢，我偶尔要安抚你。这美国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第二个是因为要选举了，要选举对现任的这个总统来讲的话，他就希望风调雨顺，然后呢，天下无战事，这对他来讲比较好选。那偏偏这个时候，这个中东战云密布，而且真的打起来了。对所以对拜登来讲，他有很多的担心，他就希望说跟这个大国，而且乌克兰战争还在持续打，美国还是不断的送钱输血给这个乌克兰，那中东现在又出事，所以他就希望说，至少在亚洲这一带，能够跟中国大陆维持个比较平静的关系，好有助于他的选情是这个样子。这里讲到说，王毅要对，好像对以色列开始有一点转换，然后也说认为他们有自卫权。其实中国大陆在中东的政策是非常灵活了。他一方面，你看他80年代就卖了东风3型的这个弹道飞弹给了沙特阿拉伯，而且最近你看他还撮合了伊朗跟沙特阿拉伯2个死对头，2个复交，而且在这个同时，这么多年来10几20年来，其实中国大陆跟以色列维持很暧昧，也是很亲密的关系。以色列甚至要帮他造预警机美国抗议可是该给的大概也给了还有其他的一些飞机，譬如说这个歼十的飞机，它的前身也有以色列一些技术在里头。最重要的是海法港的修建，那个大的码头，中国大陆把它标下来，建大概1300到1500公尺的那个码头，而且它还有经营权。美国跳脚，他说我第6舰队就在你海法港进进出出。你既然这个码头设施是交给中国大陆新建的，可是也阻止不了。所以也就中国大陆在中东的外交之灵活，发挥到极致。但是呢，现在王毅要到美国了，到底会谈些什么？美方会不会给些善意？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要请蔡正元委员帮我们总结。好，节目最后要请郑元委员帮我们总结。基本上，中国在中东的努力是有目共睹，不只是伊朗跟沙特，也要促成沙特跟以色列，也要促成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现在发生这个事，他作为一个中人，总该要两边都要关照，两边都要讲点话。比如说，他在跟以色列外长讲话是说：“你有自卫权，但是你要注意到国际人道法。”也一样，他跟巴勒斯坦讲的时候就不会讲以色列自卫权了，他在讲是说，我主张2个国家的体制，然后希望停火，但他没有跟以色列外长讲立即停火所以表示说他在逐渐在撮合两边。我们期待王毅外长能够在这个以巴这场战争早一点从外交上面促成他们早日结束战争战争停了以后大家再来谈嘛不急那王毅走向华府是应美国的邀请的。那主要有2点嘛第一点就是把所有的两边的外交问题做一个总整理。第二个最重要是 APEC 习近平主席要去参加要做一个先行的部署，有什么问题要讨论，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有什么问题要争吵，其实都要讨论清楚至于中国跟这个美国之间，不管是在南海啦，或者在其他地区、台湾海峡啦，这些船舰之间的争夺。是因为美国原先认为说这个就是我的地盘那中国说这是我的家门口所以美国的势力我觉得建议美国人最好彼此摸一摸，慢慢退出这个海域因为不要以为说这个海域就只能你能生存你能自由航行，你太靠近人家的家门口总不是一个
好的方法比如说这个我跟这个一方兄再好，我每天没事干拎个球棒在他家门口这样窥视他家里面大刀，窥视，他一定会冲出来拿水喷我嘛。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我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是国际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昨天这个亲密照流出的时候，让很多人在讨论，因为这个主角是他。赵天麟，民进党的立委，现在呢马上就被人家讲了，是不是反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这件事情在爆出来之后，大家也在说这件事到底会不会重创到赖清德的选情？好，原因是因为他这个对象女主角是对岸的大陆人，那就开始在讲啦，有没有机密外泄的可能性啊？因为你要知道，赵天麟贵为我们国家的立委，他是谁？他是以前呢都在内政委员会，突然最近开始从第9届第7会期之后，来到了国防外交委员会，里面太多军事机密了，所以呢就开始很多人在问，你这个护国立委为什么忽然变成加入了外交国防委员会？到底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有没有机密外泄？这一些是不是应该好好查？好，今天在野党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吁了。与此同时，大家也在说赵天麟真的是跟对岸有非常多的交集，原因是因为前几天不才刚讲吗？他的论文呢说里面也大量抄袭了对岸的网络资料来源，包括了新浪网啊、百度等等。好，甚至呢在今天国民党在记者会里面也直接找到了被他抄的这一位学者呢，他就直接讲说，你这样子呢真的是不好，去偷人家的一个智慧财产。整起事件现在已经进到了学校里面学伦会来做调查，但马上就被爆出说怎么也有婚外情的事件，甚至馆长就很直接的在网络上酸他。这一看就知道交换情报很委屈的眼神，你看他这个迷茫的眼神，你看他这一副女孩子那么开心，赵大哥一副这么委屈的这个脸，你看都快哭了，我看了好难过。你看他那个脸，2个人共搭摩天轮是因为他们讲的是国防机密，拥抱、游泳、亲嘴、拖着下巴是因为他们要用舌头打摩斯密码。很酸呐在网络上面呢，这点阅率现在也很高。我们的来宾听到之后呢，有点就觉得说怎么会？确实，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的人设是护国立委啊，是要守住台湾的价值啊。结果呢，你还记得吗？先前他去美国演讲的时候讲什么？讲说共军入侵有4不战略，因为我们要让对岸出不了港。渡不了海，上不了岸，占领不了台湾。好，当时这个一讲完之后，大家就开始来问，你们国防外交委员会的，你真的理解目前两岸之间的军事差距，以及未来我们的战略应该要怎么开了吗？好，到目前为止，听到的是赵天麟。昨天晚上其实2件事，另一件事情也有可能影响赖清德选情，就是郑文灿。郑文灿呢，昨天晚上被爆出一个30几秒的影片，直接来看画面，因为当时呢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大家在问。画面中的男子真的是郑文灿吗？看到后面呢，跟着一个女生之后，镜头一转，从大门转到了疑似就像是饭店的走廊。然后呢，男生进去之后，女生也跟着进去了。大家开始在问这个人是不是郑文灿？郑文灿今天记者会直接回应媒体提问。回应是这样，他说：“影像久远，经剪接，不要任意影射。”后面记者赶紧追问：“真的是你吗，副院长？”没说话，人就走了。所以大家就说，那是不是没否认？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大家想知道有没有跟国家利益，有没有跟我们人民的权益有关系？因为您贵为行政院副院长啊。毕竟过往您也曾经有过争议，包括什么？包括呢，在桃园市长任内的时候就被质疑啊，说呢进出了这个会馆，然后呢就发现了这个郭哲明炒地皮，然后呢也刚好就在桃园，那个时候郑文灿直接提告说这是抹黑编故事。
但是在他任内还有其他被大家所诟病质疑的12亿羽球场完工就震塌，竹围的游艇码头说根本就不能用，甚至呢郑宝清直接讲，坊间流传有一个称号叫做郑百亿，最新是他告诉大家离岸风电要登短廊，所以现在呢要国营、民营行库投入，需求融资是8000亿。大家开始在问，这一些都跟利益有关系。如果说呢这一些争议接连的堆叠下来，大家在问了，跟郑文灿有关，跟新潮流有关，会不会重伤新潮流，会不会影响到赖清德的选举？因为过往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民进党呢就因为这个高捷弊案，然后因为这一张照片，让一直以来否认到底的陈哲男，那个时候的这个国策顾问，直接认了，说他确实有进出到韩国的济州岛，完全甩不掉，也在当时对于民进党选举造成重伤。而这一次的选举，赖清德一直讲了是什么两岸之间和平与战争的选举，但是问题是，要请教一下蔡政府，为什么会出现倒卖刺针飞弹发射筒这样的事情呢？因为现在就确实发现啦，66旅的陆战队有4名的军事官的被声押，原因是因为刺针飞弹竟然是在黑帮的火药库里头被看到。现在你们只打潜舰案的攻防，马文君说了是全党打一人，是抹黑，但是呢，郭喜也就是这爆料人呢，持续的在开地图炮，还说马文君修图修很大啦，说要跟对方玩到底。只是到目前为止，情势有改变，因为你有没有发现，民进党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好像反而不跟了？那这里面到底藏有什么样的秘机玄秘？好，回过头请教郑源委员怎么样来看？因为赵天麟跟这个郑文灿的事件，是不是有可能会重创赖清德明年选情？这个对赖清德的选情当然是一个负面的，而且会影响赖清德的选情。影响多少？在高雄可能还有点的空间，但是如果在其他地区啊，就会很惨了哈。对于赖清德怎么去面对赵天麟，因为现在网络上就给赵天麟啊这些两情相悦的图片就挂出一个看板，叫做亲中舔共因为真的是用舌头舔，真的是亲啊这个中国的爱人嘛那如果今天是一个国民党的立委，我看比这个更狠的都会出来。那个馆长基本上只是在嘲笑而已啦像网络上有讲说，他跟这位女子在这个摩天轮里面，还倒过来酸韩国瑜你韩国瑜早点把高雄爱情摩天轮盖好就好了，还让他们2个跑到东京去，多辛苦啊！你看这种讽刺的话都出来了那现在你只要打开手机片面的都是在这种各种梗图。赵天麟，我是觉得他该退选算了吧第二个，他的论文还没有结束啦我也不客气讲，赵天麟是一个学问很差的人，他没有用功读书从那个这个不是很理想的学校，当然在当上议员，你就开始混到比较好的学校，那表示很怪嘛，对不对？很怪嘛，就是洗学历都很怪。那你论文已经被逮到抄袭这么严重了，你别的地方也抄，你少说也抄英文的嘛，抄美国了，你看不懂英文就抄中国大陆的，这是什么？这是共谍不是吗？何况人家开始怀疑说你为什么加入外交国防委员会？对方女子的身份跟来历是什么？是不是美女间谍？那你是不是当作交通？因为有一种这种情报界的术语叫 traffic，这个赖教授很清楚，就是有一个人专门在取情报的来送情报的那种叫 traffic， 这是交通。这个女子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交通？当然要做国安调查嘛，国安清查嘛，所以你的论文是一个大问题，你的这个小三是一个问题，还被郑丽文公开讽刺他说已经10年了，那应该是真爱。你看所以你叫真爱中国，你看，那你作为一个民进党立委，在批评人家跟中国的关系毫不留情。你现在告诉我们，你跟中国关系什么关系你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交往这个太复杂了那你自己讲说，要在美国演讲，他自以为很懂，
说要防止共军入侵，要有4个战略，让共军出不了港，渡不了海，然后上不了岸，占领不了台湾。那人家怎么讽刺你呢？赵天麟，你已经进港了啦；赵天麟，你已经渡海了啦；赵天麟，你已经上岸了啦；赵天麟，你已经占领了啦，反攻大陆了啦，对不对？你所以是，我不晓得赵天麟怎么去面对这场选战，你怎么对你的选民负责？如果你以前是个陈冠希型的花花公子，人家不会怪你；如果你再一直选上立委，人家也不会怪你。那可是问题，你是把自己包装成很假、爱家的一个好立委是一个爱台湾的好立委多厉害！有点草包嘛，对不对？所以不客气，路人都抄成这样子，你不是草包什么草包，对不对？那都假的啊，跟民进党一样，从头到尾都是假的啊。至于这个郑文灿这个影片我比较看不出来，因为没有那么精彩的画面，所以很难判断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国防部的问题很大，怎么连刺针飞弹发射头都可以被偷，对不对？这到底民进党把这个军方管成什么样子的德性？难道只要拍马屁，其他都不管了吗？是，但我们要请教玉芳委员了原因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您过往长期的在国防外交委员会，那现在当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开始很多人都跳出来讲了，赵天麟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说一说？你之前在这个委员会里头的时候，大家也会担心嘛，也会害怕嘛，因为这里面蛮多机密的嘛。叫我离开立法院，他才进去了。好，我第8届做完我就离开了，他是第9届进去了。但是的确，他们说他是后来才参加国防委员会，这倒是没有关系啦。那只是说他大概平常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反共嘛，这也很好嘛。但是你如果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尤其你如果当召委，然后你有分外情，我们也不想批评什么，因为这是他私人的事情嘛。但是你如果是在国防委员会当召委，的确是可以看到一些的比较机密的资料那然后你又跟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小姐，显然关系匪浅嘛。那你平常大概在国内也是对蓝军来讲批评也不遗余力嘛。那你表现的你就是反共的周仓，你就是先锋嘛。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怀疑说，那这女孩子的背景，你赵天麟了解吗？不是讲师德的问题啦，就是说你在外交国防委员会，你会接触到一些机密因为有些的委员会的开会是秘密进行的，就在审一些机密预算的时候，那你跟这位大陆来的小姐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会不会造成一些机密的外泄？有人可能会这样想了，有人可能这样想，那这个就可能他要另外出来去解释，而不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很久远了那这个报纸这样继续迷的这样这个刊载，好像对他跟家里人造成很大困扰嘛？这个可能不是，就是说你私人的部分，你家庭的问题什么，这是你自己要去解决，但是你对公的这一方面，公领域。就是说你这样的跟这女士的来往，你对她的背景了解多少？你可能需要交代一下这女孩子的背景是不是会有其他的那种情报的这种联想这个是我想对她会造成比较大的那个，因为你一向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反共嘛，那这也没有什么错嘛。但你表现这种反共的同时，却跟一位在大陆。住在大陆的一位小姐，在你担任国防委员会召委的期间，来往这么密切，这个就会引起人家有很多的疑问这个是赵天麟自己要去面对的。是，好，那请教一下赖老师，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大家就在讲了一个晚上，接连爆会不会影响到选情？当然会影响，因为现在民众对于民进党的印象是越来越恶化了，也就是说。为什么你每一次一执政，因为上次执政也是一样爆发严重的贪渎案，连陈水扁自己本身都涉及到严重的贪渎。那现在你怎么第2次一执政以后，你的这一些执政的这一些官，
怎么会在贪渎的事件又层出不穷？然后都涉及贪渎，像现在潜舰的弊案也还没查清楚，郑文灿的几个施工的工程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查清楚，那么都是被影射说，都是被影射哦，都说哦有叫郑百亿等等的，连郑宝清都出来说了。好，可是我们一直在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的贪渎都洗不了，都洗不干净，但是检察官为什么都没有好好的办几个大案子？当然，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当然现在又爆出这些豆腐渣工程啊等等的，然后甚至涉及到这个私生活领域。可是私生活领域，台湾的民众他没办法接受的地方是在于，第一个，你是政治人物，你是立法委员，而我们台湾的立法委员现在只剩下100多位，所以你的权力是不小的。影响力是大的，你还是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召集人，然后你又是拿人民的纳税钱，然后一年又拿了你的整个立委的总预算，一年又有好几千万，至少有1000万，当然你也要分给你的这些员工等等的，可是你用掉的钱确实是不在少数，都是上千万以上。你花这么多人民的纳税钱，结果你在私生活这个部分被人家揭露出来了，被揭露出来了以后，你竟然又把太太拿出来，我觉得这个我们不能接受。你怎么可以又把太太搬出来呢？说我太太她都了解了，我已经跟她说明了，她也很难过，然后呢，她也表示谅解了或者什么的。你把太太搬出来当你的挡箭牌，我觉得这样不是一个男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把太太拿出来当挡箭牌，你已经表明的意思就是女恋战。你想继续在政治的位置上，你对于你自己本身的这一些婚外情、你的私生活的事情，你不想担责任，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的民众也就不能接受了。我觉得很多女性的朋友她没办法接受，说怎么你们这些政治人物一出问题，明明是自己的德性、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行为的问题，怎么最后又把太太端出来？那为什么太太要扮演这个角色？她是受害者，结果又要被你端出来帮她的挡箭牌，说她原谅我了，所以你们不要再来讲我了。我觉得怎么可以继续加害自己的太太？我觉得这不是男人，这更不是一个先生。作为一个先生，做一个男人，坦白说不应该这样做。另外，军队里面把打过的那个针刺飞弹的这个发射筒，为什么要卖给黑道？黑道为什么要买？我觉得这个部分要追查哦。是为什么？黑道买会不会落入恐怖主义手中？是会不会国际恐怖主义要拿这些刺针飞弹里面要去做改装？然后用在恐怖主义的行为上？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检察官不能够只是说哦到这里为止，要继续追查下去，因为为什么黑道要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是，